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俄军强渡第聂伯河，乌军密集发射标枪导弹，打爆几十辆俄军坦克战车。俄罗斯从叙利亚调兵增援乌克兰，不惜代价赢得战争。雷神公司向美国陆军提供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雷达 LTA-MDS。精彩节目即将开始。俄军强渡第聂伯河，乌军密集发射标枪导弹，打爆几十辆俄军坦克战车。目前，俄乌战争的焦点战争无疑是顿巴斯地区。最近1个月以来，俄军从各条战线收缩兵力，在顿巴斯一线地区投入的兵力已经突破10万人，而对面的乌军也是集结了超过半数的野战部队，希望凭借多年苦心经营的坚固工事，层层迟滞，阻挡俄军的攻势，给俄军造成无法承受的流血损失，最终迫使莫斯科撤军或改变战略方向。然而，目前战局总体对乌军不乐观。根据最新战况显示，俄军已经在顿巴斯防线打开缺口，开始向第聂伯河的西岸挺进。但是，乌克兰凭借西方提供的大量先进武器，在少数战术场景下，还是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俄军的进攻势头。在过去的24小时中，俄军精锐的装甲部队2次试图强渡第聂伯河，目的是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为后续大部队的纵深穿插打开进攻通道。但是在乌军的严防死守之下，俄军的猛攻均被打退，俄军工兵部队冒着炮火建造的2座浮桥都被炸毁，而冒险过河的数十辆俄军坦克与步兵战车，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乌军的反坦克小组袭击。乌军密集发射美制标枪等反坦克导弹，将俄军过河的坦克逐个击毁。无人机拍摄的最新照片显示，横跨在第聂伯河上的2座俄军浮桥已经彻底损毁，无法再继续使用。而河对岸的乌克兰军方控制区，在靠近河流的滩头处散落着数十辆被摧毁的俄军坦克和战车。保守估计，此次俄军损失的兵力超过1个坦克连，这在近期的乌克兰战场上绝对算是俄军的重大损失。而美国方面表示，为了满足乌克兰军方的需求，美国已经动用了本国的军火库存，加快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弹药。截止目前，光是标枪反坦克导弹就支援了5500套，毒刺防空导弹则支援了1400套，相当于美军库存的1/3和1/4。这些北约制式武器在运抵乌克兰之后，虽然只是经过初步的训练就投入一线战场，很多时候还未发挥全部的战斗力，但即便如此，依旧让俄军尝到了苦头。前几天，俄军最先进的 T90M 主战坦克都击毁，可以说正是有着美国等北约国家不惜血本的持续援助，乌克兰才能苦苦撑到现在。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此次的伏击战也证明乌军依然有着可观的战斗力，特别是在这种预设的防御战场上，以逸待劳、拥有天时地利的乌军依然能给俄军造成不小的麻烦。一旦俄军前线指挥官掉以轻心、急于冒进，就可能落入乌军的伏击圈。毕竟乌克兰军队也已经不再是2014年的那支孱弱之旅，经过8年北约的训练和武装以及对部队的整训，乌军的整体战斗力虽然比不上俄军，但也早已不是一打就崩溃的乌合之众。俄罗斯从叙利亚调兵增援乌克兰，不惜代价赢得战争。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叙利亚撤出大批精锐军队，以加强乌克兰作战的部队。目前分散在叙利亚境内多个地区的俄军部队已经集结，并赶赴乌克兰前线作战，而俄军撤出的军事基地则被转交给了伊朗圣城旅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叙利亚拥有目前俄罗斯为数最多的海外驻军，自从2015年俄军向叙利亚投入军事力量以来，俄军在叙利亚已经持续作战7年。然而，随着乌克兰战事的不断焦灼，叙利亚局势的逐渐平复，普京似乎有新的大动作。美国中情局局长透露，普京已经下定了决心，即便投入更多的兵力，也要赢得和乌克兰战争的最终胜利。有分析称，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意味着俄军打算在乌克兰动真格。长期以来，俄军部队虽然经常组织各类演习，但大多数的俄军部队缺乏实战经验。而这些缺乏经验的俄军部队在乌克兰的作战中也展示出了俄军外强中干的一面。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驻扎的俄军则作战经验丰富，
属于俄军中的老牌精锐部队。将这些部队部署到乌克兰，说明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兵力已经不足以支持普京的战略意图，因此不得已将部署在叙利亚的军队撤回，一方面可以缩减开支，另一方面可以补充乌克兰一线兵员。但这并不是一举两得，而是俄军的不得已而为之。俄军在叙利亚拥有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军港，此外，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是对西方势力和中东的重要威慑力量。俄军虽然没有完全撤军，但对叙利亚的控制也大为减弱。美军之后可以抽身继续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家施加压力。俄军的这一举动向外界传递了大量的信息，驻叙利亚的俄军部队很有可能比现在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俄军更有经验和作战能力，这对乌克兰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而俄军宁愿舍掉对叙利亚的控制，也要加强在乌克兰的作战，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俄军不惜代价也要赢得战争的决心，同时也表明目前战场上的俄军已经啃不动剩下的硬骨头了。这对乌克兰来说既是一个坏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雷神公司向美国陆军提供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雷达 LTA-MDS。2022年4月11日，雷神公司的首个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雷达抵达美国陆军的白沙导弹靶场。该雷达是美国陆军最新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雷达，由美国雷神科技公司旗下的雷神导弹防御系统公司制造。这是计划于2022年交付给美国陆军的6款雷达中的第1款。此次交付标志着一系列广泛测试的开始，来测试 LTA-MDS 在作战环境中的性能和功能。据资料显示，该款雷达大幅增强了低空反导能力，同时在应对无人机的威胁方面性能显著提高。2020年2月，美国雷神公司宣布获得美国陆军低层防空反雷达合同，在不到120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首部雷达天线阵列的生产。该款雷达是一种能应对高超声速武器、无人机等先进威胁的下一代雷达系统。美军计划以此取代爱国者系统的现役雷达。美国陆军将于2022年底前部署首个装备此款新型雷达的爱国者导弹营。而据雷神公司预计， LTA-MDS 雷达的市场潜在价值可能高达200亿美元。除美国的80套爱国者系统外，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有14个国家和地区装备了240多套爱国者系统，而这些系统都是潜在的升级对象。LTA-MDS 一旦通过测试，未来的出口市场潜力巨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俄军将驻叙利亚部队派遣至乌克兰战场，能否扭转俄军目前的颓势？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